话说有这么一个角色，来自二次元作品，是个孤儿，白头发，红眼睛，有红色的褐子，懂了，是金木。大家好，这是新惊魂啊！仆人阿雷奇诺游说的细节小知识，一语当中什么之开始。润米哈游对仆人有多重视，仆人的专武只有在他手里能变成红色镰刀自带特效，而用其他武器则是金色的镰刀虚影，但就算是这种特效也是独一份了，而换其他人用仆人专武也是没有任何效果，就说这有多牛吧。所以没有专武的仆人将度过一个不完整的人生，前提是我的钱包得撑得住啊。新生一物斜率异响的断章也几乎是为仆人准备的，毕竟目前自击角色当中只有仆人具有生命之气的机制，专武加专属圣遗物。什么叫牌面啊？仆人的机制是战斗状态下不能被治疗，也不能吃甜甜花酿鸡，只会白白浪费食物，吃饱了都不会回一滴血，只能通过开大回血，这是为了防止治疗效果清除掉自身机制的生命之气，或许可以帮你消耗过多的甜甜花酿鸡。那问题来了，如果打愚人这种风霜异人时被对方挂上生命之气和流血，因为战斗过程中不能被治疗，你又恰好大招没有充能，可能会流血流到死。虽然是小概率，但也不是不可能发生，是吧？我的评价是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呀。仆人的标志和他命之座禁炼火座一样，是手握烛火的模样，象征着他手握地狱之火的力量，而结合每一个命之座的文字，或许也象征着他想要守护壁炉之家的意志。而他的发饰以及他待机动作中坐的椅子，似乎也和这禁炼火的标志有些相像，只能说仆人已经接受了这份诅咒的力量，并将之视为了自己的一部分，甚至是标志。和仆人战斗之前，他身边有3小只不知名的生物，战斗时他们也会分散在周围，推测可能是被他火焰烧尽后留下的残影。在他故事中有介绍，少数时候有些残影会形成有意识的个体，虽然远不如克雷薇的残影那般特殊，但他们会出现在阿雷奇诺身旁，帮他驱散其他的杂音，带给他片刻的放松，就像是正在嬉戏的孩童，时而聚在一起，时而随性飘远。阿雷奇诺的手上是黑色的皮肤，是他身上诅咒的体现。动画中能看到他的手逐步黑化的过程，从指尖到手掌再到小臂，每当他疏于防备，失控的力量就会侵蚀他的身体。如今他的双手完全黑化，我们也不知道他衣服下遮蔽的肌肤已经侵蚀到了什么程度，但侵蚀依旧在继续。他也不知道如果侵蚀到自己的心脏，自己会发生什么，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因此他早早的开始筛选继任者，也就有了传说任务的故事。至于阿雷奇诺的年龄，假设阿雷奇诺和克雷薇年龄相近，克雷薇6岁来到壁炉之家，10年后也就是16岁死在阿雷奇诺手中。1年后阿雷奇诺杀死母亲，又过了几个月收养了林尼和林尼特，然后林尼拜师塞萨尔，只相处了10几天，塞萨尔外出巡演，而后意外坠亡。这事情发生在10年前，由此推测阿雷奇诺如今的年龄大概是27岁左右。和阿雷奇诺战斗的位置还是看得出来，和动画里阿雷奇诺对战克雷薇是同一个地方，但仆人又说1年后在这杀死了母亲，这和动画里和母亲决斗的场地可不是一个地方，算是一个小穿帮。但你要说从外面看，又和动画里挺像的。可如果这里是和母亲决斗被阿雷奇诺打成废墟的，那上来的楼梯呢？我们来这可是只能下坡啊！不过都无伤大雅，不影响看剧情。如果用一个动物形容阿雷奇诺，想必是蜘蛛。他曾经养过一只叫斑比的蜘蛛，可能就是动画中他埋葬的那一只。而他战斗中展现的各种细节，还有第2阶段身后翅膀变成猩红的猪毛，遍布战场宛如朱色的细线，都能体现出他与蜘蛛元素的关联，冷静而又危险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视频正片内容了，喜欢的话一定要记得点赞、关注、分享。最后感谢朋友的时间，期待下一次更好的相见。